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什么英雄志将在2025年上线？这盘棋的操控者浮出水面，诚意要霸屏了。桃场这步棋有点险，诚意的《富山海》正播的火热，粉丝们却已经开始念叨卢云了。这位让粉丝魂牵梦萦的卢云，正是诚意在《英雄志》里扮演的角色。这部剧就杀青了，可2年过去，定档依然遥遥无期。最近有小道消息说，桃场憋了个大招，打算在2025年一口气推出诚意主演的3部剧《狐妖小红娘》《长安24记》和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《英雄志》，再加上之前的《莲花楼》。乖乖，这是要承包2025年的节奏啊！桃场的如意算盘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诚意现在正当红，妥妥的流量担当，再加上这些自带粉丝的热门作品，简直就是强强联合，想不火都难。到时候话题度、关注度，那还不是蹭蹭的往上涨？桃场这是想让观众变成追剧上瘾者。一打开电视就离不开他们家，集中放凉，观众会消化不良吗？这招看着厉害，风险也不小。你想啊，同一个演员1年4部剧，观众会不会看腻？就像吃火锅，顿顿毛肚黄喉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受不了啊。2018年，杨幂也玩过类似的操作，结果懂的都懂。更别说《英雄志》还是在《莲花楼》之前拍的。诚意现在的演技，观众是有目共睹的，但那会儿的演技能不能让大家满意，还真不好说。现在观众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，万一达不到预期，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还有个问题，诚意2025年有2部古装剧要播，题材还都差不多，这左右互搏的戏码。万一没玩好，可是会两败俱伤的。要是英雄志没啥新意，分分钟就变成炮灰了。桃场的野心藏不住了，粉丝们倒是信心满满，觉得只要卢云来了，桃场就赢定了。这话听着有点夸张，但也反映了诚意的号召力。说到底，桃场这波操作，表面上是抢占市场，实际上是想用顶级演员加超级 IP 的组合拳，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现在影视圈的玩法越来越高级了，不再是单纯的播剧，而是要把观众变成沉浸式追剧的玩家。桃场能不能靠诚意全家桶赢麻了，最终还得看英雄志的质量。如果这部剧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精彩，那桃场的这部险棋说不定真能走成一步妙棋。诚意能否扛住压力，桃场能否如愿以偿，一切都要等到2025年才能揭晓。这场围绕英雄志的博弈，最终会走向何方？英雄志将在2025年上线，诚意霸屏计划背后的险棋与妙棋。近年来，国产古装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，谁能抢占档期，谁能抓住流量，往往决定了剧集的生死走向。就在观众还沉浸在《富山海》的热播中时，关于诚意主演的《英雄志》即将在2025年上线的消息，再次点燃了舆论场。更有小道传闻称，桃场打算在1年之内集中释放诚意的3部重量级作品《狐妖小红娘》《长安24记》和《英雄志》。再加上此前收割口碑与热度的《莲花楼》，这一整套诚意全家桶组合拳，足以在市场掀起滔天巨浪。那么，这盘棋究竟是妙棋还是险棋？桃场的野心如何显露？诚意是否能真正霸屏？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深入剖析。诚意与卢云等待2年的重逢。《英雄志》改编自孙晓的同名小说。这部作品堪称武侠版的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它并不走传统武侠剧那种单一主角的快意恩仇路线，而是更强调江湖与庙堂的博弈、人物的权谋斗争、
以及命运无常下的残酷选择。在剧中，程毅饰演的卢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角色，他有智谋，有抱负，但也背负沉重的宿命。他既是棋盘上的棋子，也是暗中搅动风云的潜在棋手。粉丝之所以对卢云魂牵梦萦，是因为这个人物复杂多面，充满了程毅演技的发挥空间。问题在于，英雄志早在莲花楼之前就已经杀青，至今已压箱2年。观众如今对程毅的表演水准有了更高期待，但2年前的表演是否足够成熟？是否能达到如今莲花楼时期的水准？这是最大的悬念。一旦剧作质量稍有瑕疵，极可能在高期待下出现口碑反噬。陶厂的战略，程毅霸屏的如意算盘。从资本与平台的角度来看，陶厂的算盘明晃晃地摆在台面上，锁定流量入口。程毅是当下为数不多兼具国民认知度、粉丝粘性和演技口碑的演员。他的作品天然自带话题与热度，能迅速拉动讨论度。对于陶厂而言，把程毅作品集中上线，几乎等同于把用户的注意力牢牢绑定在平台上，打造沉浸式追剧体验。过去的观剧逻辑是剧播完，粉丝散，而如今陶厂显然在谋划剧接剧的追更模式。观众刚从富山海的虐恋中走出，就被长安24季的权谋吸引，再转入狐妖小红娘的奇幻爱情，最后迎来英雄志的江湖风云。观众从而形成习惯性依赖，一年四季都跑不出陶厂的手心。组合拳的市场打法，陶厂深知单部剧的影响有限，而程毅加超级 IP 的组合拳能产生叠加效应。尤其在流媒体竞争激烈的2025年，这种打法等于在市场上牢牢占据主动。风险与挑战，一口气吃太多，会不会消化不良？看似完美的霸屏计划，实则暗藏风险。观众的审美疲劳，同一位演员1年4部剧，哪怕演技再好，也可能引发看腻了的反应。就像顿顿火锅再香，也容易腻。2018年杨幂的霸屏操作就是前车之鉴，作品一多，观众开始挑刺，甚至产生反感情绪。题材撞车的风险，程毅的2部古装剧《长安24季》和《英雄志》都带有权谋斗争、江湖厮杀的气质。若故事套路、人物弧光缺乏差异化，观众容易混淆甚至比较，从而造成双输局面，口碑反噬的可能性。英雄志拍摄在前，演技、制作是否能与莲花楼之后的程毅保持同一水准，尚未可知。如果观众在对比中感受到退步，可能直接影响程毅整体口碑。陶厂几乎把程毅当作王牌，这种单点依赖若成功，固然能一飞冲天，但若其中任何一部剧扑街，反噬效应也会非常明显。粉丝的信心与市场的冷静，粉丝的态度往往最直观。如今在社交媒体上，卢云快点上线的呼声不绝于耳，许多人坚信只要英雄志播出，就能再现莲花楼式的奇迹。这种自信既来自对程毅演技的信任，也来自对陶厂宣传的期待。但从市场的角度看，冷静的声音同样存在。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，单靠流量明星已经不能保证成功。作品的剧本质量、导演调度、配角阵容、节奏剪辑都是决定口碑的关键因素。程毅个人的魅力固然重要，但并非万能。这盘棋的胜负关键，质量才是硬道理。无论是险棋还是妙棋，最终能否走成，全看英雄志的质量。假如这部剧能真正展现出原著的恢宏格局，塑造出一个立体复杂的卢云，并且剧情张力与制作水平都在线，那么陶厂这部险棋将成为妙棋，甚至可能创造年度爆款。到那时，程毅霸屏也不再是调侃，而会成为现实。反之，如果剧作质量平庸，
无法与莲花楼相提并论，那么陶厂即便押上所有资源，也可能换来一场空。观众不是盲目的追随者，他们会用口碑与热度投票。2025年的终极对局，英雄志的上线不仅是一部剧的命运问题，更是平台、演员、市场三方博弈的缩影。陶厂的野心昭然若揭，他们要在2025年打造一场成一年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们的忠实用户。然而，市场规律一向残酷，观众的耐心有限，热度的生命周期短暂。只有真正过硬的作品，才能突破泡沫，留下长尾效应。诚意能否凭借卢云再创高峰？陶厂能否用全家桶策略稳坐江湖？这一切的答案都将在2025年揭晓。这是一盘险棋，但也可能是妙棋。成败与否，全看英雄志的落子是否精彩。